芬兰花重金修建边境长城，不是为了防备俄罗斯，而是另有目的。这一招效果或许不错。大家好，欢迎来到赵特养观察室。话不多说，我们直奔主题啊。很多人都清楚，芬兰与俄罗斯有着约1300公里的边境。那么最近，芬兰政府搞出一件事儿，开始在两国边境修建200公里的边境长城。当然，这里说是边境长城，其实是类似于美国与墨西哥交界的边境墙。据了解，这个项目芬兰政府总投资约4亿美元，将于2025年前建成。而对于修建边境墙，芬兰政府给出的说法是防范未经授权的过境。简言之，就是为了预防俄罗斯可能出于政治目的，让大量移民通过边境涌入芬兰。此外，坊间还有一种说法，芬兰政府的做法是预防俄罗斯对芬兰发动突然袭击或者斩首行动，所以才会不惜重金修建边境墙。坦白讲，在我个人看来，芬兰的边境墙计划类似于一项围栏建筑工程这种边境墙的做法根本就无法防备俄罗斯，更多的就是一种象征性的举动。理由很简单因为这个边境墙才200公里，整个芬俄边境有1300公里，你这么长的边境，仅靠200公里的围栏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恐怕结果就是不尽如人意。而基于此，芬兰这种做法，在我们看来，并不是要防备俄罗斯，而是另外有一重目的。什么目的呢？就是向北约表忠心。芬兰在边境修墙，很多人都清楚，但另外一件事却鲜为人知，那就是芬兰议会在3月1号批准了政府加入北约的提案以及相关的国际协议。接下来这些提案和协议呢，将会递交到芬兰总统尼尼斯托签署。而尼尼斯托一旦签字，那么则意味着只要接下来土耳其和匈牙利批准芬兰加入北约，那么芬兰将成为正式的北约成员国。基于此，在这个节骨眼上，芬兰想要加入北约或者更顺利的加入北约，那么你就得向着北约或者说向美国表忠心，那很重要逻辑很简单，芬兰并没有实力摆平土耳其和匈牙利，而这两个国家是北约内部最为反对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成员国。这种背景之下，芬兰只能向北约和美国表忠心让他们看到芬兰要加入的决心。所以说，芬兰政府其实很清楚，在边境上花重金修建边境墙根本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只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但是从政治角度出发，这种做法呢，象征意义很强就算是给北约和美国一个投名状，通过建造边境墙的形式，让他们感受到芬兰已经决心与俄罗斯断绝战略合作的可能性，不惜制造两国冷战帷幕来换取北约和美国的支持。所以不得不说芬兰政府这招看似水平低，但效果却很不错。大家可以考虑芬兰与瑞典在申请加入北约的那一刻，就早已将俄罗斯得罪了，两国就注定无法形成战略合作关系。而在这种情况之下，为了获得更大的支持力度，芬兰继续将俄罗斯往死得罪，那也很正常，因为这已经是死路一条，反而摇摆不定才是大忌。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你的精彩评论。